记录晚安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这款来自布鲁克家出品的神奇宝贝系列里面的怪力。这款怪力呢，其实我当初看到官图的时候就非常的期待，但拿到手之后不免有所失望啊。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它的体型不是特别大。一开始定价呢，原本的定价已经是接近1张了，那我的期望值是跟这个卡比兽差不多大的一个水平，但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按照这个1:20的比例线去制作的。但是目前从出的这几款角色来看，神奇宝贝已经或多或少出了差不多20几款了吧。个人觉得可玩性来说一般般，作为可动人偶来说的话呢，这款怪力其实要比卡比兽好设计，因为本身呢就是格斗型的人物，4只手臂再加上一些关节，基本上你就可以好好的出货了，只要把这个怪力的神韵给拿捏住。但是很可惜啊，这一次的玩具呢，反正我们先360的去看一下这个地台和主体部分。替换手型是它的一个玩点，特效件方面呢，给了这个劈砖劈瓦的这个手刀特效件，以及这个 Dynamic Punch 就是爆裂拳的特效件。这两个特效件呢，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实用的。背后呢有一块岩石，但是这个岩石呢，如果说在怪力的这个招式系谱里面，它可以使用这个岩石尖锋，就是 Stone Age 那个技能。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特效件以及它这个地台设计的都还是不错，但问题就是出在它的主体部分。我们把这个特效件拿开，当然呢，你这个特效件爆裂拳，如果你不想用的话呢，你还可以直接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这个拳风特效件去进行把玩。整个来说，我觉得布鲁克家做这些神奇宝贝啊等一些特效件做的都还是不错。那这次怪力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首先是关节这个地方实在是有点太过于松垮了。本身呢，它就是属于一个怎么说，上大下小的这种神奇宝贝设计的结构，比较美式的这种漫画风格。然后这个怪力呢，之前的豪力我还没有去拆开看啊，所以说没有办法跟大家在镜头面前去做对比。但是从目前怪力的身形来看，我觉得这个豪力和怪力应该是不太成比例的，因为那个豪力，我印象中豪力的第一阶段应该只到正常怪力的小腿部分，但是那个豪力明显是做的比较大的。那这一点我们就不吹毛求疵了，就拿同比例线的或者说同级别的这个卡比兽做一下身形对比。那这个身形呢，就已经是一个爸爸一个孙子的那种感觉啊。虽然属性上格斗系克制普通系，但是你看目前这个体型，我觉得这个大围带完全不虚这个4只手的哥们儿，是不是啊？而且这一次我还觉得有个问题，就是怪力的这个表情实在是有点过于睿智了。当然我知道进化到第3阶段，这个格斗系的神奇宝贝除了有了腰带之外，而且还变成了4只手。但更重要的部分是它出现了一张很像鸡或者说很像鹰的这种鸟嘴的形态。当时小时候我看这个造型我是非常不解的，我觉得豪力和万力和豪力都非常帅气啊。但到了怪力之后呢，虽然说它有了4只手，但是呢，它的这个头我其实一开始是接受不了。后来呢，玩了这个 Pokemon Go 之后呢，我是觉得这个怪力是越看越顺眼了，而且毕竟它打道馆呢也是比较好用。整个头雕方面就吐槽到这边，它更大的问题是在于它的这个关节设计。本来它的4只手臂再加上一个格斗系的神奇宝贝，我的期待值是非常高的。但是有一说一，目前来说，所有的厂牌加持下，这款怪力依旧是我觉得可动性算是数1数2的非常好的怪力的玩具啊。那只能说怪力玩具在可动人偶方面确实是深耕的不够。那无论是塔卡尔托米还是那边的这个本身官方自己家轻厂牌出的这个怪力玩具，以前出的也不怎么样。那现在呢，布鲁克出的这一款怪力，怎么说呢？关节毕竟还是给的更多一些，但是没有想到啊，就是它的这个脚掌部分非常的松垮，确实需要你滴一点丙烯进去，不然的话呢，这种程度的这个脚踝它是很难自主站立的。比如说我现在摆着
站得还是挺稳的，对吧？我稍微点一点，它可能就有点支撑不住，就倒下去了。那是并不是我对它有多么高的要求，而是作为一款格斗神奇宝贝，你确实不能太过于依赖于支架。那如果说要依赖支架的话，那这个特效件部分至少得给一个类似于夹着脚的脚装之类的。功能性的零件，但实际上这款玩具并没有给出来。那我们边玩边看一下这款玩具的可动性吧。头雕方面啊，抬头幅度一点点，低头幅度也只有一点点，左右晃头呢还是只有一点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完全接受不了了。360的旋转是可以做到的啊，非常的可惜啊，这明明是可以做一个好大的球形关节，然后让它的头做得更灵活，甚至你还可以做可动嘴，对吧？但是都没有去做。手臂方面，现在问题也是比较严重啊，它是根部是一个球形转轴，看起来是很灵活，甚至还可以往外抽出来一截，但实际上能够摆的角度呢，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可以去旋转，也可以放下来。但是它这个球形关节啊，就是包括这个换手，我理解它是为了你方便换这些特效件，对吧？但是实际操作上来说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字松，非常容易松脱。那导致于我玩的时候呢，并不是特别的开心。装上去之后呢，也就掰一掰啊，就直接松脱了。反正这个地方的设计呢，其实都是可以很容易去规避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品控出了问题，还是说就本身设计上面没有考虑那么多。可能他期望大家就摆一个这个爆裂拳，就往这边一摆就结束了。但实际上很多玩家呢是会把这个台座放到一边去，然后去让它成为这个1:20，或者说这个比例线的既当做静态展示，又当做可动人偶的这样一个多角度或者说丰富把玩体验的这样一个玩具存在。所以说，既然已经做了这个可动人形，那你肯定得在关节上啊，然后去做一些深耕。虽然它是从积木人开始，但是只要是拆过了这个，或者说体验过了布鲁可家神奇宝贝玩具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积木人的倔强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看不到太多积木人的零件。除了这种关节原本呢也不会出现在积木人上，只是说布鲁可重新定义了这个积木人，或者说它模糊了积木人和这个可动人偶之间的这个界限。我觉得是无所谓，只要是你产品做得好，够好玩，我管它是积木人还是一般的可动人偶，或者说 action figures， 对吧？但实际上最后产生的效果呢，它是介于两者之间。导致呢可动性方面，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曲肘幅度是小于90度的，无论你怎么调节小臂，还有它这个手腕的这个部分，小于90度一点点。但是你看，比如说你做一个这个捶胸大肌的动作，它的手腕或者说它的这个肱二头肌这个肘关节它又拖出来了，再加上这个胸腰，这边你看又拖出来了，我真的是玩的非常的蛋疼啊。如果说这款玩具在这个关节把控力度上稍微好一点的话，我会给到一个9分的高分，但实际上体验很糟糕，我只能给到一个7分左右的水平了。胸腰关节还算灵活，挺胸幅度这个角度，弯腰幅度前倾差不多15度，左右侧腰呢就比较鸡肋了，而且侧腰的时候腿还会掉下来啊，我真的是服气了啊！而且装上去的时候呢，明明是有下拉关节，但实际上这个下拉关节对于这款玩具的可动性帮助非常小，因为下拉关节之后，你其实更想做的是活动这个大腿根部件，但是这个大腿根部件没办法活动，一活动它就直接弹出了，那非常的操蛋啊！我个人觉得整体的这个设计理念都是没有问题，但是最终我不知道它是数据上算错了，还是说本身呢就是随便设计的，就导致这些关节经不起推敲。玩着玩着就松了，玩着玩着就掉了。整体来说的话呢，作为一款格斗神奇宝贝，然后成型出来的这个可动人偶，最终的把玩体验以及承载的这个效果，我个人是非常失望的。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你看现在完全站不住。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了，你会以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入手这款怪力呢？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分享吧。我是头爷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了个拜。